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中国的第6代战斗机可能即将首次亮相。在2024年12月26日，伴随着双座 J-20S 的护航，一架新型空中巨兽在成都飞行。这一天恰逢毛泽东的生日，无疑为这次飞行增添了历史意义。然而，这架神秘飞机的身份仍然众说纷纭。一方面，专家们在争论它是传闻中的第6代 JXX 战斗机，还是正在开发中的第5代 JHXX 区域轰炸机。这其中的暧昧引发了广泛的猜测与兴奋。进一步观察这架飞机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体型比 J-20 大得多，可能长达30米，翼展接近20米，这意味着它的重量和载荷能力都相当惊人。它还可能配备了3台引擎，采用飞翼设计，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美国的 B-2A 隐形轰炸机。这架飞机的独特设计、潜在的重型角色以及即将揭晓的更多细节，无疑让人充满期待。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来源于著名航空网站 Cviationist 的新闻报道，描述了一架新型中国飞机的出现，让全球航空界都在为之猜测。尽管目前观察者们对于这架飞机的身份仍然存在争议，但它很可能是中国的首款第6代战斗机，也有可能是一款正在开发中的第5代区域轰炸机。本文将详细剖析这一事件的背景和各方的观点。此外，我们还将对中国航空业的未来方向进行深入分析。2024年12月26日，这一天在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毛泽东的诞辰。当天，网络上出现了有关中国可能第一架第6代飞机的影像和照片。这架神秘的飞行器由一架双座 J-20S 护航，这架 J-20S 依然保留着工厂底漆，担任此次飞行的安全护航任务。虽然飞机的具体身份仍然不确定，但它的现身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的新里程碑。目击事件的发生地位于四川成都的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CAC 总部。CAC 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AVIC 的一部分，负责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PLAF 生产前沿战斗机，如巨10和巨20。值得注意的是，新飞机的出现仅在几天前就有下一代中国飞机的渲染图在网络上流传，并且 CAC 的成飞园区从12月12日关闭至12月31日。这种封闭可能与这次首飞相关，特别是因为该园区提供了公司跑道的视野。目前关于这个特殊机型的详细信息还很有限，不过从现有照片中可以看到，这架飞机的结构与2022年珠海航展上发布的概念模型非常相似，但做了一些细微调整，例如发动机的数量和额外的进气口。飞机的大小是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据照片显示，这架飞机至少是护航 J-20 的1倍半，推测其长度约为30米，翼展为20米，而 J-20 长度为20.4米，翼展为13.5米。如此大尺寸的飞机很可能非常沉重，事实上，它似乎由3台发动机推进。可以看到2个方形进气口位于机翼下方，而另一个位于机身上方和驾驶舱后面。虽然发动机的具体型号上不清楚，但中国目前正在为战斗机开发多种发动机，比如用于 J-20 的 WS-15 和 J-35 的 WS-19。从设计上看，这架飞机采用无垂直尾翼的飞翼设计，大型菱形翼相对复杂，结合了一段三角翼，其前缘根部延伸至飞机前部，菱形翼则位于后部，具有低展弦比。这一设计让人联想到美国的 B-2A 隐形轰炸机，但没有采用 B-2 尾部特有的锯齿状边缘。飞机配备传统的前3点式起落架，前起落架有双轮，主起落架有类似于苏34战斗轰炸机的串联轮。这进一步表明飞机可能是区域轰炸机，因为其重量较大。从侧面拍摄的照片可能显示了飞机在转弯时的情况，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单件式座舱盖，目前尚不清楚是单座还是更可能的双座配置。这次事件不仅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也引发了对中国未来航空战略的广泛讨论。第6代战斗机通常被认为是未来空战的关键，其隐身能力、速度、机动性、传感器集成和联网能力都将显著增强。而若这是一款区域轰炸机，则表明中国正在完善其空军能力，以满足多样化的战略需求。这架神秘飞机的出现，也再次强调了中国在航空技术领域的一步步崛起。
与美俄等传统航空强国相比，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不仅体现在新机型的研发上，也体现在航空工业基础设施和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此次飞行事件，无论是第6代战机还是新型轰炸机的验证，都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一步。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关注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动向，以及它将如何影响国际航空格局。综上所述，无论这架新机是否最终被确认是第6代战斗机或第5代区域轰炸机，它的出现都毫无疑问地展示了中国在尖端航空技术上的雄心和实力。这场航空竞赛才刚刚开始，而中国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在这个令人惊讶的发展中，中国似乎已经开始试飞一款隐形、高性能的第6代有人驾驶战斗机。今天，这款之前从未公开亮相的飞机的影像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这架飞机的具体身份目前我们知之甚少，但其设计的许多元素与我们已经了解的中国第6代空中力量抱负非常一致。这些视频和照片显示，这架从未见过的飞机在白日进行测试飞行，并且有一架双座程飞 J-20S 战斗机作为伴飞机同行。尽管这些影像的地点和日期上不能验证，但 J-20 的存在表明，成飞公司的工厂机场可能是个不错的候选地点。迄今为止，中国国防部或国家媒体均未对此发表官方评论。撇开新飞机的庞大尺寸不谈，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其设计和无尾构型。它拥有一个改进的三角翼，从机头延伸到机头区域，而其中央机身部分，至少是底部，稍微让人联想到 J-20。宽阔的机鼻甚至可能为并排的座舱座位提供空间，虽然飞行员舱罩的有限视角让我们无法确定飞机是单座还是双座设计，串联双座也是一个选项。早在2021年10月，神秘的无尾飞机形状就曾出现在成飞公司工厂机场的卫星影像中。它是一种大型改良的钻石形三角平面设计，拥有相对较薄的机鼻和相当大的翼展，大致与 J-20 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形状与我们现在看到的飞机并不相同。此外，下一代战术战斗机放弃传统尾翼的设计趋势，也是美国军方正在追求的主要设计驱动因素之一。这主要是为了显著降低飞机的雷达信号特征，尤其是在多个波段和各个角度上。这种设计在减少气动阻力方面也有一定的气动效益，特别是在长程作战中，这应该能为持续高速冲刺和巡航飞行提供更好的性能。同时，无尾构型可能会对整体机动性产生不利影响，即便是最先进的计算机化飞行控制系统，也可能无法完全弥补这一点。至今尚未发现该飞机上有推力矢量发动机的迹象，这本可以帮助提高机动性和整体稳定性。发动机排气口安装在机身后部之上，以掩盖飞机的红外特征，类似于 YF-23。尽管无尾构型、尺寸、通用形状和排气布局直接指向为隐身和耐力而量身定制的设计，但目前尚不清楚这架新飞机可能提供的增强低可观测性的具体水平。仅仅是删除尾翼和纵向稳定面并进行更一般的气动清理，同时利用 J-20 中近乎15年前的技术，仍然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显然，这架飞机融合了显著更高的低可观测技术，远超 J-20 的无尾设计。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它与无尾设计相配合的复杂控制面布局，每翼后缘有5个控制面，包括翼尖附近的显著分裂襟翼。这些控制面将在没有尾部控制面的情况下用于提供插动偏航控制，也可同时展开用作空气刹车。从尺寸上看，这架新飞机可以与 J-20 相比，影像显示它至少与 J-20 一样长。J-20 从机头到机尾长约70英尺。在这方面，这个设计的双轮主起落架也值得注意，这提供了对飞机可观重量的另一个指示。最重要的是，飞机的大尺寸似乎反映了一个关于长续航的总体关注，拥有相对巨大的内部空间以容纳非常大的燃料载荷、武器和传感器。可能这架飞机最不寻常的特征是其进气装置。它似乎在机身顶部有一个进气口，以及在下机身两侧各有一个双进气口。这已经引发了关于该飞机可能拥有一个极不寻常的3引擎布局的猜测。
未经证实的传言指向由3台国产 WS-10C 涡扇发动机组成的动力装置，这种发动机也用于 J-20。考虑到飞机的总重量比 J-20 更大，3台发动机可能是为了满足积极的性能目标，尤其是在高海拔和持续高速飞行中。毫不意外的是，中国一直在研发第6代战斗机计划。早在2022年9月，已退休的空军将军马克·迪凯利曾表示，中国正在研究与美国空军相似的空中战斗系统，这也是美国空军在旗下一代空中优势 NGAD 计划中追求的目标，包括第6代有人驾驶战斗机。当时，凯利指出，中国对第6代空中力量的看法与我们相似，信号显著减少，处理能力和感知能力呈指数级增长。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能够利用开放任务系统进行改进，凯利补充道。关于 J-20 的潜在后继者，凯利将军警告说，中国人并不笨，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凯利还表示，他预计中国的第6代空中战斗计划将在隐身能力上比现有平台实现指数级提高。在此早期阶段，我们无法确定这架新飞机是一架第6代战斗机原型，还是更为通用的技术展示机，这可能会测试一些潜在的技术，这些技术最终可能出现在各种不同的平台上，包括一架大型战术飞机。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早已进行了不同有人战斗机设计的初步测试。这项开发工作可能还包括展示机，无论是小比例还是全尺寸，这架新飞机很可能与此相关。这架飞机也可能与一种新的区域隐形轰炸机有关，这可能是与更广泛的中国第6代空中力量倡议相关的有人组建。区域轰炸机计划，代号 JHXX， 仍然秘而不鲜，但你可以在这里阅读更多关于该计划的信息。之前曾有猜测沈飞公司可能正在研发 JHXX，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竞争对手成飞的 J-20 半飞机似乎不太可能。至少目前来看，这架飞机更有可能与中国版的美国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密切相关。该计划旨在开发一种类似于有人重型战斗机的飞机，这种飞机将像传统战斗机一样发挥指挥和控制节点的作用。航程、巡航持续速度、武器载荷和低可观测性被认为是 NGAD 有人战斗机组件的首要考量。这架飞机在白天飞行，而且似乎很容易被拍摄下来，这表明该计划的状态。很可能中国在这个时间点故意令其被看见。总的来说，尽管有许多未知因素，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架大型、非常重型的战术飞机，优先考虑战斗电台和生存能力。高空作战也很可能是这一设计的一个特征，尤其是如果它确实采用了3台发动机的话。但最重要的是，如果解放军空军在实际运用中采购这种飞机，它将能够在不需要加油机支持的情况下，飞越区域长距离，并在远离基地的站位上长时间停留，这是中国在与美国相比的能力方面所欠缺的。它同时也能在离威胁更近的距离执行任务，这是中国目前任何一架有人驾驶飞机都无法做到的。换句话说，该飞机能够在空中、地面和海上的目标上形成威胁，尤其是在那些目前不期望有人战斗机威胁的地区。这对美国的加油机、空运机、预警和控制飞机，以及在前沿地点运营的盟军船只和部队具有现实意义。它还将作为一个关键的多功能传感器平台在远前线运作。与耐力相关的无人机僚机配对，其致命性和生存能力将得到倍增。换句话说，这架飞机的存在意义重大。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6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6度世界网址是6度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Scrolling through the headlines, another crazy day. 6 degrees of stories,
connecting in their way. From the weather to the sports and everything we see, people making news on TV screens for free. 6-degree world, where the news comes in a whirl. Every story ties together like a ribbon in a twirl. Sit back and watch it all, big and small they call. From city lights to countryside, we're connected after all. A laugh, a cry, a sigh, news is flying high. From city lights to countryside, we're connected after all.